小娘子，把腿张大一点，没人娶你当老婆，你就只能当军妓了。按我林家祖训，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，需要选妻封地，为我林家开枝散叶。这些少女，全部都是罪人，或是罪人之后。他们之中有被俘的异族少女，有贪官污吏之女，有囚徒罪犯之后。娶到了谁，那么就必须替这些女人洗刷罪孽，还清债务。大伙儿快瞧，老陈为了西边那块地，居然挑了个80岁的老妇。林云，为何你还站着不动？我这是……穿越了。林云，你要选何处封地？牛背山。按照原主记忆，此山遍地红石，总有臭鸡蛋的气味弥漫，以至于寸草不生，一片荒芜。我要这处封地。你可确定？我确定。林云，所选封地牛背山。什么？牛背山？那荒山？他疯了！寸草不生之地啊！牛背山破地方，一年税收不到200两，他怕是要还一辈子的债了。这样也好，至少牛背山这块烂地落不到咱们头上了。是啊。破地，烂地方。这个世界的人居然把一个遍地黄金的矿山称之为破地。那遍地红石其实是纯度极高的赤铁矿，而空气中臭牙子的味道是赤铁矿半生的硫磺石。幸亏这个世界的冶铁技术并不发达，如今边境各族战乱不断，铁器弥极珍贵。高炉炼钢，在学习地质学时我就掌握了，现在得到了一块遍带铁矿的封地，这不是弯弯腰就能捡钱吗？如今不愁钱了，那么老婆的事……别碰我！这女的居然真的在今年的选妻队伍之中。听说她害死了一家30多口人，真是晦气！白发鬼，求求你选我为妻吧！我会做家务，我会刺绣，我不想死。我说了别碰我，滚开！谁会愿意娶一个白发鬼为妻？我嫌命长。谁不知道在大端朝白发鬼视为不祥，但凡与白发鬼成家者，不出3、5年大多家破人亡。剩下的选择只剩这3个了。一个白发少女，长相身材皆是极品，债务3000两；一个蛮族少女，身材高挑，充满着异域风情，整个人流露出野性的美感，但债务却高达3万两白银。我宁愿死，也绝不屈服。你敢选我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大胆！这名少女看上去十分虚弱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生人莫近的高冷。她的负债居然仅次于蛮族少女，白银2万两。我选她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选了那个女人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疯了吗？先是选了块破地，现在居然选白发鬼为妻，他不怕死吗？你真的要选我吗？你姓甚名谁？我叫吴越，没有姓。那你可愿意冠我之姓，嫁我为妻？愿意，我愿意。谢谢你，以后我一定会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，伺候你，报答你，我为你做牛做马。你是嫁与我为妻，不是给我做牛做马。
以后不要这样。不就是一个白化病吗？居然被世人当成了什么白发鬼，让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背负着克死全家的罪名，自卑到了这种程度。选妻环节已经结束。哎，那2个没人选，估计直接要带去处斩吧。还用想？那蛮族的留着也是个危险，早点杀了。挺可惜的，2个都长得这么漂亮。长得漂亮，你怎么不选？我可不想背负那么多债务，而且我又不是凌云那傻子，我怕死。他们2个会被处死，本就是处斩之罪。若是有幸嫁于王族子弟，自然能功过抵消。可他们俩没这个福分。等一下，他们2个我全都要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先祖在上，我凌云愿意娶这2人为侧妻。凌云，不得胡闹！这凌云怕是要破罐子破摔了。这算什么？他不会以为反正还不起，债多不愁，柿子多了就不痒了？我看啊，他是真的疯了。先祖，我没有胡闹，族规中从未说过选妻只能选1个，而我作为王族子弟，本身也能娶1个正妻，2个侧妻，4个小妾。我这么做符合族规，也符合王法。你可知道，你若选择这3人，你需要背负什么？他们身上的罪孽由我承担，他们的债务我来偿还。你还？你拿什么还？我凭什么相信？若是还不清，又当如何？3年为期，若还不清，我愿意归还封地，自贬为民。好，氏族大家，王族血脉，选妻封地，说的好听，其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打压旁系庶出吗？为了娶你们3个，我可是背负了5万3千两的债务，3年内还不清，封地都要被收回，贬为庶民。我一定会努力干活的，就算以后真的被贬为庶民，我也一定会好好伺候您的。我会刺绣，可以挣钱养活您。放心吧，大老婆，区5万两白银，用不着3年便能还清。大老婆，痴人说梦。怎么，二老婆你信不过你夫君？我不过阐述事实。你的领民不过500，土地贫瘠，既非交通要道，又无物资特产，3年赚5万，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？哈哈，没想到二老婆，你身为国师院的叛党，不只精通琴棋书画，连这些经营商贾之道也有涉及吗？看来我这是捡到宝了啊！潘达天神的孩子绝不受辱！你若敢侮辱我，我拼尽全力也要杀了你！我刚欠了3万白银，把你给救下，怎么说我也算你的恩人吧。而且你就算杀了我，你也难逃一死。这种你死我活的结局，不是我想要的。不如我们来做一个交易，如何？公路的狗贼，你以为我会相信？别着急骂人，我知道你在战场上很强，而我刚好缺一个护卫，只需要1年时间。1年之后，我一纸休书，你便恢复自由。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1年时间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我们就只有夫妻之名，绝无夫妻之实。如何？我叫乌娜，我以盘达天神的名义起誓，愿意接受你的交易，保护你的安全。
何人喧闹？不过是一群流寇，公子不必害怕。你虽是庶子，可我等也不会让你有危险。没想到牛背山治安这么差，这帮劫匪流寇，该不会要洗劫我得到的封地村庄吧？我要在半个时辰内到达封顶。你们有何不满，就对他说。快逃！劫匪来了！谁再敢逃，老子就先杀谁！将军，您上周才刚来过，并且已经掠走我牛背村的所有钱财，还请将军各不在。老头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我知道牛背村日子不好，但也怪不得我。要怪，就怪那位即将到任的新领主。新领主，每年我们都给凤阳会缴纳庇护，但是却从没享受到任何优待。有人说你们劫匪流寇侵入，林家不曾管过我们死活。你若强抢，我们只能殊死一搏。好。是官府的人，是来救我们的吗？尔等何人？胆敢多管闲事，是活够了吗？原来是新任的领主大人。既然今日是领主大人上任的好日子，那小子不打扰了，不打了。列位将我凌云的封地当成什么了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他要干嘛？你莫要欺人太甚！老人家，我乃林家新任领主，你告诉我，这帮混蛋都对牛背村做了什么？多谢林公子的好意，您能帮我们将这些劫匪赶走，老朽深感谢意。哈哈哈，林公子，看来你的好意他们是不会领了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杀了这些混蛋，将王五留下。长枪借我一用。不好！知道我为何不杀你们？公子饶我性命！公子饶命！小的有眼无珠。别害怕，我不杀你。回去告诉你背后的大王，下次再敢来牛背村搅扰。是，小的一定把话带到。多谢公子不杀之恩。你为什么要放他走？你这一位特闯下大祸，他们肯定会回来报复了。什么牛英雄？滚出去！马上就活不下的领主！你这一闹，连最后的活路都没了。我杀了你们！你们这群天杀的！你们不得好死！尔等刁民，胆敢辱骂藩王世家，罪该致死！算什么东西？在我封地，这些百姓便是我的子女，何时轮到你说三道四？给我滚回去复命吧！是。我知道大家对我林家积怨已深，林家之前也确实没有履行保护牛背村的义务，但是从今往后，牛背村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现在话说的漂亮，等你讨要完税银离开后，我们就要承受劫匪的骚扰。谁说我要走？没看到吗？我连3个老婆都带来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与大家共进退。真的吗？看来这位新任领主真的和从前那些虚伪的林家人不同。林公子，您真的打算长居牛背村？当然，不然我何必大动干戈？可是牛背村这么穷，早就被林家放弃了。您这又是何苦？您老对这牛背山的各处地形可曾了解？自然，老朽从小在牛背山长大，对这儿的一草一木都非常了解。好，那明天还请您老能随我去一趟牛背山。牛背山那破地方有什么好去？牛背山除了石头就是臭鸡蛋味儿。林小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错，我就是要看石头。看石头？牛背山的石头有什么好看的？愣是搞不明白。这里虽然有些简陋，但咱们好歹也算有家了。我知道你们3个都背负着不同的命运，其实我也是如此。但既然同处一个屋檐下，我希望咱们能摒弃成见，共同努力，将日子过好。相公，你是我救命恩人，也是吴越的男人。吴越不像叶晚清和乌娜都有本事，但我一定竭尽所能，将咱们这个家经营好。能告诉我你选择牛背山这么一块荒地的原因吗？你说3南年能替我们还清所有外债，你凭什么？你不过是相公的侧妻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按照家规，吴越姐是正妻，而你我虽同为侧妻，但我的身份也在你之上，所以不管你是人族还是蛮族，都给我放尊重点，别不懂尊卑礼数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从今天起不准再吵架，
乌娜，你先回去休息。现在你该回答我了吧？我选择牛背山，自然有我的意图，而且你不选我，在你端视野，你只会明白。婉清，既然相公这么说，你到底能变出什么问了？这牛背山不但不是穷乡僻壤，反而遍地是宝。你说了半天，等于什么都没说。喂，你干嘛去？天黑了，当然是去睡觉。做了一天马，累死了。婉清她其实是嘴硬心软。我知道，不过这个二老婆确实难搞。相公，牛背山真的遍地是宝吗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相公，卧房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也早点歇了吧。我是正妻，自然要和你睡在一起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那个，你先睡，我还有事找乌娜谈谈。你是不是也嫌弃我？我知道自己没本事，性格也不好，所以你也嫌弃我，对吗？我没有嫌弃你，真的，你是我凌云明媒正娶的正妻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但你为何不愿与我圆房？不是不愿意，是我还没准备好。而且我要是嫌弃，干嘛还要你做我的正妻？听话，等我待会儿和乌娜谈完正事，马上就回来陪你。我等你。3个老婆3个性格，而叶婉清曾是博士院谋士，相当于大端神朝皇帝身边的幕僚，妥妥的女强人，身份显赫。若不是做了叛党，妄想推翻大端王朝，她也不会是这等下场。你要去哪儿？知道你定会来找我，所以在这里特意等你。相公白天是故意将那王五放走的吧？看来我小瞧你了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瞒了。你现在连夜进城去买一批捕兽夹回来。买捕兽夹干嘛？我当然要提前布置好陷阱，等那帮劫匪来弄死他们。原来如此，相公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这些劫匪不过是乌合之众，我们今晚就直接杀进那些劫匪的大门，将他们彻底清除。傻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不过我还要借助这次机会，彻底补转我们在村民心中的地位，直接将他们杀了，毫无意义。相公，你可真够坏的。小贼来了！快起来，那些混蛋来了！别慌，昨天不是已经在村子周围下好捕兽夹了吗？去把我床底下的瓦罐拿出来。相公，这是什么呀？是大宝贝，待会儿叫你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继续睡，我和乌娜去就回。果然还是被我猜中了。林公子料事如神，老朽佩服。若不是昨晚提前布置好陷阱，今天可就危险了。乡亲们，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或多或少的怨恨我林家，但是今天我就将这黑风寨的劫匪一网打尽，还大家一个安宁。他们为何不跑？难道不怕死吗？大哥好像有些不对，咱还是先停下观察一番。怕个鸟！不过是林家派来的丧家之犬而已。兄弟们，拿出你们玩娘们的精神，给老子将这些刁民杀了！大哥，小心有诈！停下来！果然有诈！都给我站住！林家小贼真是可笑至极，以为靠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捕兽夹就能抵挡我黑风寨铁骑？如今的牛背村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是爷们儿就都拿出胆魄和他们拼了！我就说捕兽夹没用，这些劫匪又不是瞎子，岂会轻易上当？慌什么？发现了才好。老村长，将火折子借我一用。林公子要火轴子干嘛？这时候点火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快将这大宝贝尽可能扔到这些劫匪身边去！明白。这是真的吗？我说过发现了才好。大哥，只剩20多人了！太好了，林公子实在太厉害了，这些劫匪损失惨重，我们再也不用害怕了。我说过他们会明白的。林公子，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！快起来，大家都不必客气，我林某保证，以后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好孩子，林公子，你是牛背村的大恩人呐！老人家言重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相公，战斗还没结束呢，先别高兴太早。你说的对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只有战斗，才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。
你们都愣着干嘛？还不给我冲将牛背村的人杀干净！不能再去了！你他娘的聋了！给老子杀！大哥，你是不是投奔了那林家小子？大哥，我没有，我对天发誓，故意引老子中计。王五，你这次立下大功，本公子答应饶你一命，你速速退下，免得待会儿误伤了你。大哥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没有背叛黑风寨，真的没有。那他为何单单点名饶你一命？大哥，他是故意挑拨离间，昨天他还想杀我。林公子，太厉害了！你们这群废物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准备受死吧！小妞，凭你的本领，留在这臭小子身边，完全是暴殄天物，何不归顺于我？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你小小一个土匪头子，简直不知死活！姑奶奶不屑与你一同同流合污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本王就成全你。力气还可以，不过与我蛮族相比，还是差了点。这次轮到我了。吴娜，这些混蛋死有余辜，难道你要妇人之仁吗？我是你相公，你还要杀我呀？你们要记住，是林领主饶了你们一命，谢林领主不杀之恩。起来吧，你们这些人都是青壮，正好可以加入我的领民，为我所用。乌娜，你回来了，那些劫匪都解决了。是啊，二夫人，有我和相公在，肯定不会让你吃苦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就好。婉清别往心里去，我没事。林公子，牛背山环境恶劣，土地贫瘠，根本无法泥要来这里任何作用。您老说的并不准确，牛背山的环境确实不好，但并不贫瘠。这老朽愚钝，还请林公子明示。其实您老口中的这些怪石，在我看来，这些石头都可以炼铁。林公子，你刚才说这些石头能变成铁，生铁不都是直接开采出来的吗？这个嘛，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，日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果真是硫磺和赤铁砂。林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硫磺和赤铁砂是什么？好了，我们下山吧。你还没告诉我。不是我不愿意解释，对于古代人来说，想要说清楚硫磺和赤铁砂的原理太麻烦了。林公子回来了。林公子，多谢你为村子剿匪，这篮子里的鱼干干和几个鸡蛋，还请您笑纳。林公子，您真是我们的救星。大家不必这么客气，我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也都紧巴，这些食物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彻底改变牛背村的名声，并且不但要让大家吃饱穿暖，大家都有余粮。感觉相公越来越像神棍了，连我这个常年混迹博士院的都能轻易被情绪浸染，更何况是这些淳朴的村信呢？神棍俩字应该送给你才对，你所在的博士院都是一群整天吃饱了没事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相公好不容易赢得民心，整天明争暗斗的人根本就不体恤民情。你再说一遍，怎样？你还想动手吗？我非常乐意替相公好好教训一下你。好了，你俩别吵了，我们对相公的了解都太少，相公既然敢承诺，我们就应该相信他，起码不要说风凉话。哼。既然大家都选择相信我，您老组织一下，从今天起派人全天候巡逻，守卫整个牛背山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老朽明白。相公，你大清早就去爬山，不累吗？累，当然累，不过就算再累也是值得的。你去帮我把乌娜叫过来，让她到柴房来找我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当我来到柴房后，直接坐在一块木头上，并将那包蕴含硫磺的沙土打开，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扑面而来。然而我盯着这些硫磺沙，却眼露异彩，就像是看到没穿衣服的美女一样。原来这牛背山遍地是硫磺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将硫磺提炼成火药。这时，柴房门被从外面推开，乌娜走了进来。她皱眉扇了扇令人作呕的空气，见我脚下发臭的黄沙，问道：“这些臭沙子就是你刚在牛背山带回来的，是要做什么？”我微微一笑，伸出2根手指，吩咐道：“你去帮我找些干燥的木柴，然后去其他村民家中收集一些积压的祥瑞，替我借来一口大黑锅。我有急用，制造火药的材料是硫磺、木炭和硝石。现在硫磺有了，木炭也很容易获得，就差硝石。所幸我还有前世的记忆，知道在积压的粪便中可以提取硝石。”乌娜听我这么说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不可思议道：“你到底要干嘛？找木柴我能理解，但你还要收集积压祥瑞，难道你饿了，是想要吃粑粑吗？”我立即给其2个白眼，胡说什么？你才吃粑粑！我现在和你也解释不清楚。
快按我说的去办。我乌娜在蛮族军中，那也是名震一方的人物，岂会做这种低贱恶心的事？要粑粑你自己找去，或者你可以自己生产。听此，我尴尬的轻咳一声，确实是难为你了。你先去帮我将木柴和大黑锅的问题解决，粑粑就交给我。乌娜听此连忙点头，好似生怕我反悔，逃也似的离开柴房。而我也缓缓站起身，刚走出柴房，就迎面遇到叶晚清。相公，乌娜那娘们为何脸蛋涨红？难道刚才在柴房你对她做那种修饰了？叶晚清没好意思说得太直白，毕竟也是大家闺秀，她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向雷厉风行的乌娜会如此害羞。听到她的话，我尴尬的挠挠头，什么修饰？这里是柴房，我有那么猥琐吗？叶晚清撇撇嘴，仍一脸不相信。你一个女孩子别这么龌龊，这几天你好好休息，没准过几天我要带你出去办点事。话落，我转身离开，而叶晚清则好奇地走进柴房，迎面被一股臭鸡蛋味呛得退了出来，难以置信地望向我消失的方向。这边我离开府邸，来到老村长家中，看着一脸古怪盯着你的老头说明缘由后，我飞也似的逃回了家中。回到家中后，便见到乌娜已经将木柴和大黑锅准备好。这时候林无月立即上前问道：相公，我听乌娜说你要积压的祥瑞到底做什么？你们就先别问了，到时候看成果吧。我已经不想再解释了，反正和这个世界的人也说不通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敲门声，我立即出去开门，然后就看到2名村民用一根木棍挑着一桶芬芳的祥瑞，一脸古怪地盯着自己。我接着笑道：二位辛苦了，帮我挑进柴房。跟着出来的3女都一脸嫌弃，躲得远远的。接着对2人吩咐道：劳烦将这桶祥瑞倒进锅里。2名村民都不说话，憋着一口气。其实我也想吐，但为了得到消食，我只能用这种土办法。接着就是不出片刻，村子上空都飘着祥瑞的味道，引得村民纷纷驻足围观，低声议论道：这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芬芳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刚刚老村长在李二麻子家要来一桶祥瑞，被送到林公子家了。天哪，林公子是疯了吗？平时吃饭口味那么重的吗？村民们终于受不了了，都被熏得四散散而去。柴房里烧制大概3-4个小时后，这让人难忘的熬制才终于完成。接着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竹筒和竹皮，将锅底消食刮进竹筒后，这才算是大功告成。当我走出柴房，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时，这滑稽的一幕让在场众人都强忍着笑了。晚清连忙后退，嫌弃道：你离我远点。接着乌娜和林无月也都跟着后退。我翻个大白眼，没想到3女这次会这么的一致。老村长这时走上前问道：林公子，你费了半天的时间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神秘一笑，好了，我知道大家好奇，也到了该揭晓的时刻。我弯腰捡起地上一块普通石头，将硫磺沙和木炭装进另一个空的竹筒内，并碾成粉末。在场几人都一眨不眨盯着看，尤其是叶晚清和乌娜，他俩都在各自的领域算是女强人，所以求知欲极强。做完一切，我呼出一口浊气。你们不是一直好奇我忙碌一下午的成果吗？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话落，众人都纷纷立即后退了几米。只见我轻轻一拉，火折子冒出火光，并靠近引线，刺了一阵火星喷射而出，我连忙将竹筒对准5米外的墙角扔过去，大喝道：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接着轰隆一声震天响，别说这宅邸，连整个牛背村都是一震，而我更是被震得手臂发麻，鲜血顺流而下。而2名村民竟是直接跪在地上，被吓破的老村长更是一双布满老茧的手都在颤抖。他活了60多年，何时见过这种场景？但最吃惊的要数这3个老婆。林无月就算再不懂，也明白刚刚的爆炸意味着什么。而叶晚清和乌娜更是双眼放光盯着我，就像是见到了什么美味。而性格豪爽的乌娜竟直接扑入我的怀中。她作为上过战场的将士，自然明白刚刚那一爆炸要是用作行军打仗，绝对威力无穷。相公，你真厉害，你发明的这个叫什么？疼，乌娜，快下来！我整条受伤的右臂在他蹦上来的瞬间就像断了一样，不禁呻吟出声。乌娜这才发现不对劲，连忙跳下。当看到我手腕还在滴血，震惊不已。这时林无月和叶晚清也都凑上前，一脸关心：相公，你怎么样了？接着林无月拿出手绢擦拭我手上的血，我则是一脸苦笑道：估计是骨头被震脱臼了，一点皮外伤，别担心。你们2个这回不嫌我臭了吗？2女俏脸微红，叶晚清温声问：相公，
刚刚能爆炸的东西真的是你发明的吗？我却没好气地说道：“怎么，你还见过别人使用？”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何有这么大的威力？看着一脸焦急凝重的叶晚清，我不禁玩味回道：“这个是大宝贝，你喜欢不喜欢？”叶晚清念叨一句，继续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你是凤阳王36个儿子中最不爱读书学习的一个。你是怎么知道这制造工艺的？”我不禁内心暗叹，这叶晚清不愧是博士院出来的，心思确实缜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这个叫黑火药，是我无意中得到的配方。还有，我能先回去包扎一下伤口，再给你解释吗？林无月这时立即上前郑重道：“晚清，你就别这么多问题了。没看相公受伤了吗？”就在我想要感叹还是无月最好时，眼睛余光却看到乌娜泪眼朦胧地站在原地，我当即明悟怎么回事，随即佯装痛苦：“乌娜，快过来扶着，为夫伤得太重了。”乌娜听到我的喊声后，当即忍不住竟哭出声来：“相公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手已经受伤了。”看到这一幕，我不禁一愣，没想到乌娜会有如此大的反应。回过神后，我大步走到乌娜身前，伸手捏了捏她的脸蛋，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，只是脱臼了而已，不哭了，快扶着为夫去包扎一下伤口。”就这样，左边林无月，右边乌娜扶着我往房间走去，而身后的叶晚清则盯着我的背影，眼中第一次露出了一丝怀疑。他很清楚我的这个发明要是用于军事，绝对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，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方式。不过突然好像想明白什么的，叶晚清嘴角泛起一抹微笑，心中更加期待起来。这时我突然停下脚步，吩咐道：“老村长，劳烦您老再替我多准备些牛背山的沙土、木炭还有祥瑞，并按照我刚刚的方式加工好。”这件事就交给小老了，林公子这2天就好好休养身体吧。老村长虽不知那爆炸意味着什么，但也明白可以保护牛背村的安全。我强忍着右臂疼痛，勉强一笑：“我不会让大家白出力替我给村民们带个话，但凡参与劳作者，每人每天可得100文钱。”这下别说老村长和2名村民吃惊，就连3女都感到不可思议。老村长惊喜道：“林公子，你此言当真吗？”我笑道：“自然当真，我何时骗过你？”好，好，好，有林公子这句话，那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。随即我回到客厅内，被扶着坐在子上，而林无月正细心地包扎着伤口。相公今天实在太危险了，要是那爆炸威力再大一点，你这条胳膊可能都保不住。我苦笑道：“第一次试验，难免把握不好火候，等村民们准备好材料，我再改良一下。”这时乌娜问道：“相公，你真打算每天拿出10两银子给村民？林家之前就给你100两，已经剩下不多了。”叶晚清这时也走进来，点头赞同道：“不错，你倒是豪气，一张嘴就每人每天100文钱，你可知村里有多少劳动力？”看着2女，我莞尔一笑：“不错，终于知道替为夫分忧了。我是不是要敲锣打鼓庆祝一下？”哼，亏你还笑得出来。叶晚清脸蛋护红，漂亮的凤眸不敢与你对视，而乌娜倒没那么礼貌：“我替你分的忧还少吗？相公说这话真是让我寒心。”我一脸无奈，连忙回复：“得嘞，我说错话行了吧？”这时叶晚清也恢复严肃，心里也期待起来：“相公，说正经的，你到底打算如何赚钱？”我思索片刻说道：“俗话说，大炮一响黄金万，想要来快钱，自然要打仗。”叶晚清眼睛一亮：“相公，该不会是打算将这黑火药献给林家吧？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或许凤阳王一高兴，就将咱们所有债务都给免了。”我嗤笑道：“想什么呢？我岂会干这种杀鸡取卵的蠢事？我要的是长久利益，而非眼前。”那相公说打仗来快钱是什么意思？这时乌娜抢先说道：“你可真够笨的！我告诉你们，行军打仗时，打到哪儿就会抢到哪儿，这来钱不就容易了吗？”叶晚清听到乌娜的讽刺，当即瞪眼想要发作。不过这时我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但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我缺钱是不假，可也有原则。普通百姓的钱我不要，坑蒙拐骗的事也不干。”乌娜皱眉：“那要如何来钱？”我不禁露出玩味的笑容。这牛背山方圆500里地，肯定还有不少像黑风寨这样的劫匪窝。这帮混蛋，他们抢别人，那我们抢他们不就行了？叶晚清听此眼睛一亮，赞许道：“相公果然思路清奇，黑吃黑确实是没本的买卖。但你想过以后吗？这些劫匪窝不可能一直供养我们呀，迟早有殆尽的时候。”这边我伤口已经包扎好了，随即起身活动了一下，沉声道：“等我们吃饱了，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势力。你觉得我将来会怎么样？”我这次算是有意暴露了自己的野心，而让叶晚清和乌娜却都内心一震。
不过两女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尤其是叶晚清，她可是国师院叛党，早就有了谋反之心，不然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。而乌娜本就是蛮族人，她对大端王朝更没什么感情。接着，只见叶晚清眼中带光，笑得妩媚动人。真没想到，我一个戴罪之人，居然能遇到相公这样的奇才。我当即顿感吃不消，也是没想到另一面的叶晚清竟然是这样，随即连忙说道：“饿了，吴越，我们晚上吃什么？”吃鱼啊，乡亲们送来好多呢。林吴越自始至终都没多说一句话，只是任劳任怨的干活。听着这三人对话，你面色一冷，接着挑眉道：“谁让你收村民的口粮呢？”我们不收这些鱼吃什么？难道整天喝西北风吗？林吴越一句话，瞬间就让我哑火。随即我站起身，揉了揉他的秀发，好似在为刚才的言语道歉。而这时的林吴越微微一笑，就像个贤惠的妻子，瞬间有种错觉，怎么感觉自己这大老婆好像也不简单。接着我用力摇了摇头，看向乌娜，轻声道：“乌娜，你现在进城买一些粮食回来。”知道了，我现在都成专门跑腿了。吐槽一句后，乌娜转身离去。另一边，整个牛背村忙得热火朝天，家家户户都充满了祥瑞味，因为一天赚100文钱，别说是熬煮鸡鸭的祥瑞，就是一天吃1桶祥瑞都没问题。而如今整个牛背村的村民都在议论之前那爆炸声，更在2名村民绘声绘色的形容下，我已经快成半仙了。一晃过去2天，看着已经制作出来的数十枚简易版大宝贝，我心中思索：晚清，明天跟我出去上土匪窝试试效果。叶晚清一脸微笑，跃跃欲试。你让我跟你去，不怕我拖你后腿啊？他十分想看看这10个自制大宝贝一起扔出去威力如何。放心，有这些家伙在，怕的应该是敌人，而不是我们。不久过后，天色已黑。回到房间内，我刚想伸个懒腰准备睡觉，忽然身后的房门被人关闭，转身一看，就见林吴越一脸娇羞地站在门口。我何时见过这种诱惑？下意识咽了下口水。你要干什么？相公，你说呢？那个，老婆，咱们有话好说。哼，咱们今晚有的是时间说话，不过现在你只属于我。此时领主府内，我还在熟睡，而林吴越扬起雪白的脖颈，认真地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幸福。接着抬手用长发在我的脸上轻抚，林吴越痴痴一笑，我微微皱眉，猛然你的小手。相公昨晚睡得好吗？我无奈一笑，拥入怀中。吴越，你果然让我大开眼界。呸！林吴越清脆一声，你乱说什么呢？什么让你大开眼界啊？听后我一脸坏笑，你不记得了？那我帮你再回忆回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！这都几点，怎么还不起来？你们在里面做什么呢？自从叶晚清得知我今天要带她出去办事，这丫头昨晚一宿没睡好，此刻再见到我还不起床，顿时醋意大发。我当即一阵失望，径直打开房门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敲什么敲？你催魂呢？”叶晚清气恼地嘟着嘴，伸脖子看向屋内，却只看到被窗帘遮挡的床，赌气道：“对，我就是催魂。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”我翻个白眼，昨晚熬到半夜，多睡一会儿怎么了？我看你是舍不得温柔乡吧？我却将脸凑近他，耳前戏谑道：“没错，我就是舍不得温柔乡，你羡慕啊？”叶晚清脸蛋瞬间涨红，心虚的连忙后退。你能不能有点正经？这时林吴越也走了出来，尴尬一笑：“我去准备早饭。”叶晚清立即将他拦住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姐姐果然是过来人，真是好手段。难怪相公起得这么晚。”林吴越内心一慌，红着脸离去。来到客厅后，吃着饭的乌娜一脸好奇地看着我，忽然问道：“相公，你待会儿要和叶晚清去哪儿呀？”“去黑吃黑，不过要先打听一下，这牛背山500里内还有多少劫匪？”“那相公能不能也带上我？”我瞥他一眼，摇头道：“你就留在家吧，牛背村不能没有防护，你留下我也放心。”牛背村有什么需要保护的？穷得叮当响，何况黑风寨都被灭了，肯定不会有人来捣乱。不管有没有你都要留下。对我来说，这些村民都是最宝贵的资源，还有我昨晚制成的黑火药也需要保护。这东西可是接下来计划的关键。那你要是在外面遇到危险怎么办？我有大宝贝防身，没人会是我对手。你就安心在家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这时，叶晚清放下筷子，直接打断我们：“吃完了吧？吃完就忙正事吧，别整天情情爱爱的。”话落，他起身就走。乌娜当然能感觉到叶晚清其实是在和他生闷气，但乌娜还以为是针对他，气恼道：“喂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和相公说话关你屁事！”我顿时头大如斗，放下筷子就追了出去。你干嘛阴阳怪气？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我也不是木头人，自然能感受到这丫头的情绪。叶晚清猛然停下身，翻个白眼道：“谁阴阳怪气，谁吃醋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
你要想风花雪月，那也要等将所有债务都还清。我戏谑一笑，走到他身前。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不过也对，你叶晚清曾是国务院的谋士，身份显赫，自然瞧不起我这被排挤出林家的庶子。你少妄自揣测我的心思。我问你，你刚才说要打听牛背山方圆500里的劫匪窝，你准备上哪打听？你忘了，我们之前俘虏20多个黑风寨劫匪，他们肯定了解牛背山方圆500里的情况。话落，我先行一步来到关押劫匪们的地窖处。这时，我走到囚笼前，一众俘虏立即凑上前，隔着囚笼纷纷下跪。林公子，我等真的诚心归附，还请您能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没错，我等真心臣服。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求饶，我满意点头，指向囚笼中一名长相还算斯文的青年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青年立即站起身，嗡声道：“小人郑有利，见过公子。”你对这牛背山方圆500里有多了解？还有哪些像黑风寨这样的势力？郑有利一愣，答复道：“我曾听熊爷提过一次，紧邻牛背村50里地就有个名叫黄金盟的势力。”接着我继续道：“郑有利，你去给我带一次路，安全回来后，你的这些同伴也都通通归你管理，记住，不要跟我耍花招。”郑有利听罢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连忙说道：“我愿意为林公子带路。”之后，我带上叶晚清和郑有利策马离村，直奔黄金盟所在位置而去。牛背村村民得知我要去剿匪，都大吃一惊，不明白我为何要这么做。当然，村民们也都知道，我身上肯定带了不少之前那种能爆炸的大宝贝，有这东西保命倒也没问题。一路上，叶晚清十分安静，打量着四周的风景，显得轻松惬意。而郑有利却忧心忡忡，刚要询问，只见我一手持着马鞭，指向远处的山坳。这里就是你之前说的位置了。郑有利观察一番四周地形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黄金盟的老巢在金山坳中心的一线天，林公子好眼力。”行了，你少废话，速速带我去那一线天。郑有利明感觉到我变得严肃起来，也不敢多问，立即策马上前带路。我们现在是上山路，虽然这山体并不陡峭，但我身下的马匹却十分吃力。而叶晚清这时问道：“相公，你该不会是想要在这里引爆大宝贝？”我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待会儿你留在这里等我的信号，听到第2声大宝贝响，便点燃引线。”好，相公，你确定这个计划能杀死所有劫匪？谁说我要杀光所有劫匪？说完，不等叶晚清继续询问，我翻身下马，将马背上的2个包裹取下。当来到一线天的位置，定睛一看，下方大概100米的位置，一群头戴黄金的壮汉正在大口喝酒吃肉，气氛十分火爆。所有劫匪根本就没发现头顶。我冷然一笑，直接将2个包裹放置在一线天两侧。我的目的当然不是杀光劫匪，而是劫掠他们的财富，再将其收编扩大自己的势力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带着郑有利下山，叶晚清手里则拿着我留给他的火药，一脸苦笑。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参与剿匪。而就在我刚靠近一线天的入口处，一名手持长枪的黄金盟哨兵立即跳出来，大喝道：“大胆！何人敢强闯我黄金盟？”我懒得和他废话，一招手郑有利便拔刀上前，3招2式就将其击杀。而我看都不看一眼，堂而皇之地走了进去，沿着山道向土匪窝深处走去。随着我往深处走，隐约能听到里面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，还有女人哭泣声。其实我不讨厌劫匪，愿意落草为寇的，证明这个人有血性，也算个人物。但要是欺负女人，那就该死了。人可以坏，但不能没底线。终于走过这处狭窄山路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数百名额头戴着黄金的壮汉，几名一看就是村妇的女人，衣衫不整，低声哭泣，彼此靠着对方，眼中尽是绝望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脚不小心将空酒坛碰倒，一声不和谐的声音瞬间惊动所有人。他们可都是亡命徒，平日里过刀口舔血的人，就算喝得烂醉，基本的警觉性还是有的。这时，一名黄金大汉喝道：“你是谁？胆敢擅闯我黄金盟！”我冷笑道：“牛背村林宝宝。”果然，一众黄金盟劫匪在听说林宝宝这个名字后，都倒吸一口凉气。这时，远处高位忽然传来一声大喝：“你就是之前灭掉黑风寨的林家新任领主？”我不由皱眉轻蔑道：“看来自己还挺出名，你就是黄金盟的首领六爷。”中年大汉点头道：“林公子，我黄金盟与牛背村并无仇怨，不知你此次前来所为何事？”听此，我不由冷笑：“我若说是来打劫的，不知六爷信不信？”六爷顿时一愣，而四周黄金盟劫匪都仰头狂笑起来。六爷嗤笑道：“林公子怕是失心疯吧？我是打劫的，你小子想打劫的？”面对众人狂笑，我倒是无动于衷。但是郑有利被吓得不轻，色厉内荏道：“六爷，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。我家公子乃是凤阳王之子，你若敢乱来，
绝对让你黄金盟灭亡！藩王林家算个屁！老子山高皇帝远，莫说是林家一个小小领主，就是他凤阳王亲至，老子也不怕。接着，六爷扫向四周，大喝道：“哪位兄弟愿意出手，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林家小子杀了？”只见三人从人群中缓缓站起身。我张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，愿意替众位兄弟拿下他。看着争吵不休的众人，郑有力黑着脸看向我，低声道：“林公子，咱们还是逃吧。”我冷笑道：“你先退下。”这时，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手持板斧的莽汉，直奔我这边劈砍来。见此，我也不敢托大，从怀里拿出事先早就准备好的竹筒，用火折子点燃，朝着人群扔了过去。接着，不等竹筒引燃，我大声吼道：“快跑！”几个呼吸后，只听见轰隆一声炸响，原本朝着我奔跑过来的莽汉瞬间飞了出去。四周黄金盟的劫匪却都被吓破了，连忙后退。再定睛一看，大汉浑身是血，胸口和脸已经被开了花，当场毙命。我接着转回身，再次走回刚才的位置，扫视一群劫匪，霸气道：“来呀，你们不是要杀我吗？谁敢冲上来我就杀谁。”但凡与我对视的劫匪都心虚的低头不语。这时，六爷阴着脸走上前质问道：“你刚才使用的那个竹筒是什么？”我勾了勾手指头：“你过来，我就告诉你。”你当我是傻子不成？随即又看向四周手下，大喝道：“弟兄们，谁能杀了他，老子就给谁10两银子！”众人顿时蠢蠢欲动。虽然六爷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他们也都忌惮于我手中能爆炸的玩意儿。我后退一步，直接将火折子放在竹筒下面，对准众劫匪恼怒道：“信不信我这次开枪能将你们所有人全部杀死？你们敢赌，我就敢开枪。”众劫匪果然被吓住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愣是不敢上前。六爷咬着牙喝道：“林公子，我黄金盟真的无意与您作对，咱们有话可以好好说，或者你有什么条件大可提出来。”听此，我笑道：“好啊，其实我也不想与列位翻脸。第一，现在放这些无辜的妇人们离开。”说罢，我眼睛余光看向围成一团瑟瑟发抖女人们。随后，只见六爷一招手，几名妇人纷纷站起身，向着山外的方向跑去。第二，就是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六爷拿出1000两白银，我现在就走。六爷听到你的话，眼角抖动的厉害，眼中充满杀机。1000两没有，若是100两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我嗤笑道：“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将黑风寨消灭后，你就带人抄了熊爷的老巢。”六爷浑身一颤，没想到自己做的这么隐蔽都能被发现。此时我见无辜的妇人们已经离开，便懒得和他继续废话，直接将竹筒靠近火线，威胁道：“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是交钱保命，还是一心求死？”六爷怒骂道：“欺人太甚！你真当老子是被吓大的？”我没等他话说完，就果断用火折子点燃手中竹筒，然后奋力跟进。随着一声巨响，一线天上的叶晚清也将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，立即将火折子拉开，学着我之前的方式将引线点燃后，吓得他撒腿就跑，直奔山下而去。引线燃烧的声音不算大，但在这一线天下却十分刺耳。一群劫匪都不安地四处寻找声音来源。此时，我和郑有力已经跑到洞口的位置，并不会受到影响。这时，六爷问道：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我不由幸灾乐祸道：“本来我不打算使用这一招，但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林宝宝狠辣。”六爷惊恐至极，尤其是看到我这副表情，心里更加没底。众劫匪也彻底慌了，就像是没头苍蝇到处乱逃，但出口已经被我把守，他们就像瓮中捉鳖，只能等死。这次爆炸声更加恐怖，整个一线天都剧烈震荡，宛若山崩地裂，众人彻底被吓破了胆。天空不断坠下大块的岩石，不到200人的劫匪转眼间就被砸死了一大片，就连六爷都被石块砸中，双腿倒在血泊中不起，他眼中满是绝望，开始后悔刚刚没有乖乖交钱。这时叶晚清终于赶来，看着如此可怕的破坏力，惊喜道：“相公，这2个包谷爆炸居然这么厉害！”我转身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，宠溺道：“不错，跑得还挺快。”叶晚清顿时羞红脸，可爱的用双手捂住额头：“你少瞧不起人！”我没搭理他，径直来到六爷身边，看了眼压在他双腿上的巨石，讥笑道：“